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马可。日版药品大家是不是都感觉效果比较好呢？但也被近日的新闻吓了一跳，原来成分跟台湾版还是稍有差异啊。去日本旅游带回来热门成药，竟然含有禁药成分，恐会成瘾也无法申请药害救济。原来里面成分多了强力止咳药可待因 Codeine， 今天就来聊一下可待因。可待因在台湾是属于管制药品。还记得马可第一次使用 Codeine 是在癌症病人身上，因为肺部转移导致咳嗽不止，加上疼痛的问题，因此使用了可待因来缓解病人身体的不适。后续在病房也只有严重咳嗽的病人才会用到这个药物哦。可是一般人感冒时，我们希望尽快得到缓解，因此大正这种有效又方便的成药自然成为民众的首选。也因为日本的药品效果比台湾版的还好，使这种小黄包成为日本旅游几乎必买的产品。但是究竟可待因是安全且有效的选择，还是存在风险和副作用？在这个影片中，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个问题。首先，让我们来解释一下可待因是什么。可待因一开始是在19世纪时被从鸦片中提炼出来的成分。可待因是透过抑制体内痛觉神经的鸦片类受体 opioid receptor 达到止痛效果。如果作用在眼脑时，则会抑制眼脑的咳嗽反射，达到止咳效果，从而减少咳嗽次数和咳嗽的持续时间，每次15到30毫克。但是可待因也有一些潜在的风险和副作用，副作用包含癫痫 epilepsy 发作、排尿困难、心跳速率缓慢、脉搏微弱、终止呼吸、昏倒、意识混乱、出现幻觉，其中最麻烦的是成瘾性。可待因类似吗啡，可以引起身体对药物的依赖，这意味着您需要越来越多药物才能达到同样的效果，这可能会导致成瘾和滥用，尤其是对于长期使用可待因的人。然而，许多人仍然认为可待因是一种安全和有效的药物，因为它可以快速缓解咳嗽和呼吸道症状。有用过日版大正百宝能的应该都有感觉，效果真的好。但是替代方案也可能是一个更安全的选择，例如一些自然疗法，如蜂蜜、柠檬汁和姜茶等，都可以缓解咳嗽和减轻症状。最后，千万别又被新闻吓到了，大部分的人应该都跟我一样，不舒服的时候才会拿一包来吃，毕竟味道没有很好。我个人觉得有点像香港脚药粉的味道了。只要不是变成习惯性，每天都一定要使用这些成药，不吃就不舒服，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成瘾。因此马可建议还是可以放家里备用哦。可待因在止咳跟止痛真的有很不错的效果，所以总之可待因作为咳嗽镇咳剂存在争议，因为它的成瘾性和其他副作用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。然而对于一些人来说，可待因仍然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式。我们需要权衡风险和效益，并在医生或药剂师的指导下使用这种药物。如果您想更深入的了解可待因以及其他咳嗽药物的风险和效益，请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。谢谢收看本期影片，我们下次再见。